最后一场由木子硕9连对阵钟林9月。钟林加油！9月加油！钟林加油！加油！打到木头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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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哼，厉害，不行了吧？就是我看也是啊。这个木子硕呀，就是朽木，不可雕也。哼，强强，我看未必啊，这场比赛胜负犹未可知呢。我倒是看好木子硕他们。是时候出绝招了。哼，9连。来了！哎，你看，他这什么？好像有点久。哎，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什么傀儡？怎么还发出金光啊？莫非这是？没错，这就是元神傀儡中最厉害的醉八仙。只要亮起光芒，能量蓄满，就势无可挡。管它是什么，给我打！差不多了，去。都在。背，头，往死里打！木头，打败！加油！加油！嘿，哈哈哈哈哈！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小人得志。人丧起势。今天的对战十分精彩，众弟子皆有出色的表现，我们诸位师尊都非常满意。下面就由各位师尊根据弟子们的表现来挑选他们的亲传弟子。无风师弟、长青师弟，你们可以挑选了。来，我先来。木子硕，你的傀儡能攻能守，构造精密，真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傀儡术会有如此的进步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否拜我为师啊？木头，恭喜你啊，木头！我愿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钟离啊，虽说你的傀儡术比木子硕的差一些，但是呢，也算是非常不错了。这样，日下你们要多多交流，共同进步啊！弟子遵命。弟子遵命。好，长青，该你了。银雪问剑。银雪问剑，你为何要取这个名字啊？弟子自出生后便时常抱着木剑入睡，所以父母才给弟子起名问剑，希望我能修炼成一方剑仙。虽然刚才决赛你输了，但是为师看得出来，
你把剑术的精妙融合到傀儡术之中，很有见地，为师比较欣赏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就拜我为师，我们一起研究剑法如何？弟子拜见师尊。行，入列吧。是。我看今天的选徒弟大会就到此结束吧。师弟莫急，我还没有挑选呢。辩才师兄，你不是已经有一位这个亲传弟子了吗？哎，长青，谁说有一个弟子就不能收第二个？是不是啊？武峰师弟说的对呀。不知道剑才师尊会收谁为徒？收谁也不会收九莲。纪宁出列。金星哥，赶紧去啊！去啊！怎么收他为弟子啊？就是。纪宁，为师问你，为何要修习剑法？因为弟子背负着族人的血海深仇，我学习剑法，是希望可以让自己变得强大，保护我的氏族不再被人欺负。修行之人要放开胸怀，以守护天下为己任。你的责任不仅仅如此。师尊，我并没有那么伟大的理想，我真的只希望可以保护我的族人，替我父亲报仇。我知道你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，但人的仇恨之心不可太重。可那些害过我们的人，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吗？天道循环，因果轮回，世间之事，无论善恶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我等修道之人，定要有那惩恶扬善之心，但物极必反。若到了嫉恶如仇的地步，反而会自损修为。自损修为？对，修道之人，相比提高功力，更重要的是心性的成熟和对仇恨的克制。一旦被仇恨蒙蔽了内心，便会走火入魔，害人害己呀。是。你心思醇厚，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这很好。今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，努力为保卫族人而修炼。待到时机成熟，你会有更高层次的领悟。谢谢师尊，我明白了。你好，恭喜啊！恭喜他为弟子，真是没想到，真是好啊！竟然收他为弟子。是啊。金宁跟木头，这次真是恭喜你们了，终于成为亲传弟子了，恭喜恭喜啊！要不是余薇师姐传授我制胜法宝，我们又怎么可以取胜呢？谢谢余薇姐，谢谢余薇姐，我都没有发现她居然是嘴巴仙。别谢我，要真要谢，就应该感谢大师兄。大师兄？大师兄，上次他才告密揭发你们，这次怎么可能来帮助你们？我才不信！哎，九莲，好好说话。我拉他向来光明磊落，最不耻这种小人的行为。你再用你的小鸡脑袋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是我去告密揭发纪宁，我自己岂不是也遭殃了吗？对啊，
如果要是大师兄揭发了季宁，那他自己不也暴露了吗？我向来不喜欢束缚，什么学宫规矩，我根本不放在心上。我也独来独往，没交过什么真正的朋友。我欣赏你们的能力，也喜欢你的个性。若是可以，我们大家可以交个朋友。既然大师兄那么想跟我们交朋友，那当然是太好了。好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次傀儡大赛那个元神傀儡的主人，怕是最喜欢袁艳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也最喜欢袁艳酿。人生如梦一场，唯有醉了，才能活得真切。要不我们就借此机会，大家好好喝一杯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喝就喝，谁怕谁啊？好，干了这杯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痛快！辣死了，辣死了！怎么这么辣？九莲，怎么那么浪费啊？这什么？那给你喝。来。辣死了。好酒。木头。东林好像是来找你的吧？我去看一眼啊！啊，去吧，快去！再见。来，九莲，给师兄上酒。好。你找我啊？那走吧。你找有事啊？木子硕，今天你打败了我，我很高兴。啊？我打败你，你还高兴？师尊曾经说过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只有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，才会让自己不断的进步，超越自己的极限。谢谢你今天让我见识了最为精妙的傀儡术，你真棒。谢谢啊，我长这么大，你是第一个夸我的人。那以后我可以经常找你一起切磋傀儡术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最近啊正在研究用兽骨来制作傀儡。真的？听起来好像很有趣的样子。有时间一起研究啊？好啊，好啊，那我去弟子房找你。其实我住藏经阁地下室。这有什么呀？想当初五峰师尊年轻的时候还住过草棚呢，现在还不是成为界域第一的傀儡师？我爹曾经说过，莫欺少年穷，只要不忘初衷，努力进步，一定能成为最强的傀儡师。我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你说这个木头啊，还是挺招女孩喜欢的。我看呐，我们季宁也挺招女孩子喜欢的。我眼前不就有2个吗？大师兄，我看你是喝醉了吧？我清醒得很。不过我看你啊，倒像是喝醉了，脸都红了。
金明哥，哎呀，空青，你每次都来无影去无踪的，你吓死我了！哎，空青，什么事啊？你家里来信了。哦。金宁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娘出事了，我要马上赶回去。临行之前，师尊跟我交代过，让我一路上好好保护你。金宁，你先别担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夫人是个好人，这次一定会化险为夷的。呀！技能哥，技能哥，九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得到黑白雪宫传来的消息，技宁哥的母亲，她怎么了？她遇刺了。宁儿，娘，娘，我娘情况怎么样？宁儿，你还是先好好陪陪夫人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我正在巡视，突然听到有打斗的声音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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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又是农子道，那跟他一起的另外那个人是什么人？我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此人功法诡异，
功夫和法术都在农子道之上啊！这个农子道为什么要对你穷追不舍？杀了你父亲，又来刺杀你母亲，还要把你置身于死地，这一切不是那么简单。娘，宁儿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娘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傻孩子，娘的身体娘自己知道，你不用安慰我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我保护不了你，对不起。不，列长老，救火长老，能否让我和宁儿单独聊一会儿？于姑娘，请留步。宁儿，我这一生能跟你，还有你的父亲相伴20余年，时至今日，我真的很知足，我别无他求。可是，在我心中，还有一件深藏的秘密，那是一件唯一让我遗憾的事。娘别说了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下，等你好了，你再告诉我好不好？啊？我不能再瞒你了，我一定要告诉你。你知道这些年，他们都叫我季夫人，我真实的姓氏没有人知道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宁儿，其实我本是尉迟氏的后裔。20多年前，一伙不知名的杀手血洗尉迟氏，致使我尉迟氏满门被屠。我是唯一逃出来的人。你就是尉迟族的尉迟山啊，找了你好久了，原来你在这儿。你是谁？为何要屠我族人？我尉迟氏与你有何冤仇？给我杀！杀！再是风雨遁法！走！后来大哥和尉迟氏的族人全部死于那伙人的毒手。虽然你父亲救出了我，可是你父亲
也受了那个为首人的一击，从此丹田被毁，功力无法精进。还有就是大哥的女儿，也在那场劫难中不知下落。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？宁儿，这么多年，我隐姓埋名，就是因为我总觉得那些杀手还会卷土重来。没想到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所以，昨天伤你的那些人，就是当年的杀手。没错，杀死大哥，重伤你父亲，他那双眼睛到死我都不会忘记。他就是无间门的童宇。昨天晚上埋伏在我房间，想取我性命的也是他。姬夫人，20多年前惨遭灭族的不仅仅是尉迟氏，还有凤族。凤族和尉迟氏自古就是阴阳一体，有着自然的亲近。玉姑娘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凤族的后裔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凤族唯一的后裔。你带着孩子先走，保护好孩子，快走啊！呀！我体内充满混沌之气，奄奄一息。师尊把我带回黑白学宫，耗尽100年修为，终于保住了我的性命。师尊说我劫后余生，就是凤族唯一的后裔，而凤族唯一的吉祥物是蔷薇，所以便帮我取名余薇，把我留在身边，抚养成人。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娘，夫人，娘，夫人，我马上召集族人商讨报仇的计划。可现在当务之急是救夫人，其他的事从长计议。是啊，自从族长一离世，夫人忧郁成疾，没想到如今受此重创，情况也是十分危急。以我现在济世的治愈疗法，也是无济于事啊。可现在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夫人离开啊！让我试试。啊，季农，农儿，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一接到消息就立刻赶回来了。这是九莲姑娘。
季夫人，季夫人有救了！是啊，回来了，这下可好了，是有救了，季夫人有救了，季龙回来了。两位长老好，夫人那边我也想尽一份力，让我试试吧。那就拜托你了。九莲，怎么样？夫人伤势过重，已经伤及丹田，元气所剩无几，恐怕已再无回天之力了。我已经给她吃了7窍还魂丹，还能坚持1时半刻。趁这段时间跟她道别吧。季夫人，农儿，你来了。夫人您先多多休息，先别说话了。娘，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杀尉迟氏，到底有什么仇恨？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他们还不放过我们？为什么要穷追不舍？为什么？宁儿，我这么多年也在思索这件事，都不得而知。大哥临死之前，他把尉迟氏的绝学方一遁法送给了我。我想，就是因为这本书，才是尉迟氏被灭族的原因吧。宁儿，答应我，学会了方一遁法，就把这本书烧掉。你要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千万不能使用尉迟功法。你还要记住，你这尉迟氏的后裔，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。我知道了，娘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到底是什么人一直要加害我们尉迟氏，还有凤宗？为什么？他们是谁？你还要记住，学会方一遁法，找到当年灭族之案的真相。还有，大哥的女儿，也许还在这世上。她在这个世上，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一定要找到她，要找到她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您别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玉姑娘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宁儿。
我把他交给你，他还性子急躁，帮我规劝于他。在他急躁的时候，你不要冲动行事，一定好吗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娘。宁儿，季夫人的死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是我们大家，甚至是整个季氏部族的事。有些事你不要一个人扛。明天一早，季氏部族的勇士们，跟我杀上雪龙山，为季夫人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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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！报仇！能不能听我说几句？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是去报仇还是去送死？以你们现在的功力，杀一个农子道都成问题，何况现在又多了一个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就潜入季氏结界的杀手，甚至连列长老和季夫人合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们有把握绝杀他吗？于姑娘，难道你要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农子道和杀死季夫人的凶手逍遥法外吗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雪龙山一直想要吞并季氏，你们这样去，那不就是自投罗网吗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大家都不要着急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，但不是现在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跟你们站在一起的。金宁，你在想什么？真的没想到，早在20几年前，我们的命运就已经相连了。实不相瞒，
这些年我一直刻苦修炼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亲手为我的族人报仇。可是想要报仇谈何容易？我一直暗中调查了这么多年，却从来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凤族和尉迟氏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被人灭族，这一定不是巧合，这背后隐藏的事情一定不那么简单。我们一定要查出真凶，为族人报仇。爹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短短几个月时间，那季宁就在黑白学宫混得风生水起呀！哈哈，人家还是特招弟子，整个季氏以他。爹，孩儿知错了。知错了。哎，当年为父一时失手输给了季宜川，与族长之位失之交臂。本以为你天资卓越，野心勃勃，定能继承族长一位，所以才收养了你。可你呢？哼，不要说光宗耀祖了，你简直是列家一脉的耻辱。当年为父一时失手输给了季宜川，与族长之位失之交臂。本以为你天资卓越，野心勃勃，定能继承族长一位，所以才收养了你。可你呢？哼，不要说光宗耀祖了，你简直是列家一脉的耻辱。我真后悔，当初怎么就收留了你这么一个废物。唉，也罢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当年你的生父就是一个败类。不许你这么说他！不许说。纪能，我告诉你，若不是当年我好心留你一命，你早就跟你生父一起死了。你，龙儿，为父也是怒气不争，语气重了点儿，你理解为父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陈子令。对了，这就是陈子令。给你。不，爹，我……傻孩子，你知道这是为父花了重金请赤冥界域最高明的神偷盗来的。陈子令应该在季宁那儿。您刚刚说这是您花重金请人偷窃来的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你吗？你一定要当成祭祀的族长啊！这陈子令是对外宣称祭祀权益的器物，谁拥有了它，就等于拥有了祭祀所有的地域和所有的原石矿脉。你知道原石矿脉对修道者有多重要吗？它可以大大提高练功的速度，事半功倍。赤明界域，人人看得眼红啊！只要我们开发原石矿脉，就能富甲一方啊！到时候，我再推你到族长的位置，那季宁不就……不，爹，这拿着。龙儿啊，你爹骂你，是恨你不争气。你一定要成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要当成祭祀的族长。到那个时候，谁都不敢看不起你。你明白为父的苦心吗？啊？去吧。好好利用它。自从族长为保护季氏身亡，季氏一直群龙无首。如今季氏夫人又已仙去，我们必须推举出一个新的族长。经过长老们协议，一致推荐季宁继任新任族长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好，同意，季宁，好，季宁，同意，季宁，好。谢谢各位的抬爱，但各位长老，目前我身为黑白学宫弟子，正值求学阶段，无法离开学宫，实在无法处理族内事务，也不可能担当族长一职。我认为季农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。哎呀，季农，我看不行吧？不可能行，他何德何能啊？他不行啊！你想想他，季行啊，他怎么？安静！季宁，你继任新任族长一事是众望所归，你为何又举荐季农呢？各位，矿脉一战历历在目，相信各位还记得，在我们季氏生死存亡之际，是季农为了保护我们季氏浴血奋战，还差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。而后是他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陈子令，我们季氏才能保住我们的土地还有主权。在我看来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季农更适合担当族长之职。季宁啊，你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啊！我们季氏这次能顺利度过矿脉一战，季农贡献颇多呀。季长老，此言不妥吧？季农确实是有贡献，可是季宁又何尝没有呢？九花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列长老，你明明知道季农没有我季氏血脉，他怎么能够胜任族长这个重任？如果让一个外人领导我族，恐怕会让别的氏族笑话我季氏无人了吧？你是啊，更何况季农被逐出黑白学宫之事人尽皆知，如果这样的人当了族长，以何服众？
你对，这样的人才能当组长啊，不能服众的，那被人家逐出学院。组长就是啊，不能绝对不行，不能这他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既公平又服人。大家都知道，龙子道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是他带了雪龙山人前来灭族，杀了族长，也杀了季夫人。这件事我们忍无可忍，更不能让龙子道逍遥法外。我们立个规矩，谁先杀了龙子道，谁就是族长。说得好，没错，对，说得好，谁上错好，列长老说的太对了，我们一切都听列长老的，就这么干，一点错没有。好，太好了，谁杀龙子道，谁就是族长。对，哎，不说是吧？对，够了。哼，好一个季氏！20多年来，我一直把这儿当成我自己的家，把你们所有人当成我的家人。无论我受到再多的欺辱和排挤，我都一直隐忍着。为了季氏，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，甚至是我的生命，因为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们会接受我，把我真正当作季氏的一员。但我错了，非我足矣，其心必异。不管我做的再多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永远都是一个外人。季农，你别这么想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想？龙儿，季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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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等我，季农，季农，你何必这么生气呢？我真不希望你看到刚才那一幕。刚才你也听到了，也看到了。从小到大，他们都没把我当成济世的人。无论我做的再多，他们也看不到一丝一毫。可只要我做错一件事，就会受到众人的指责。我对济世忠心耿耿，从无二心，为何会遭受到这样的下场？我无言以对。季农，我看得出你对季氏的忠心，但是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们没有权利去制止别人的言论。我们能做的就是不为所动，做好自己。我相信，终有一日，一定会遇到那个赏识你的人的。做好自己，我做的还不够吗？我失去了秋叶和那未出世的孩子，我为了季氏出生入死，可曾有过半句怨言？可他们呢？他们可曾有一刻把我视为家人？
至少，季明对你是真心实意的。对，这我知道。可我不甘心一辈子活在季明的阴影之下，除了出身卑微以外，我的能力并不比他差。可是从小到大，只要有他的地方，就没人能看得见我。我想证明，出身卑微的人，靠自己的努力也能出人头地。季农，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事情，也没有权利去劝你放弃，但是我真的不希望看你活在这样的阴影里。你和季宁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，从小在宠爱中长大，怎么可能理解我这种人的感受？你不要这么悲观嘛。好了好了，你不用劝我了。季农，你别这么固执，你这样耍性子有什么好处呢？你为何不向大家表明一下你的真实想法？我不需要。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去杀了农子道。什么？你要杀了农子道？你……对，我要提着他的人头，我要让所有人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做族长。季农，你不要幼稚了。我知道你是在赌一口气，但是农子道他功法了得，你怎可因为这一口气就拼上自己的性命呢？我现在好歹也是论道馆的第一高手，你觉得我的能力比不上农子道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吗？我没有。你不要管我了。季农，季农，你走好了，你就一个人去找农子道吧。娘刚刚走，族人就开始争夺族长的位置。我想给娘和父亲报仇，可是我法术还不够。不好了，季农去雪龙山了，他要杀了农子道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雪龙山非常强大，但是在这燕山大地，在这赤明王朝，有更多比我们雪龙山强大的氏族。如果我们不跟这些氏族合作，季氏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。所以我决定，从今日起，我们雪龙山要跟无间门合作，一起强大。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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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两个人怎么会在这儿？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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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这第一杯酒，敬天敬地。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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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第二杯酒，为我们合作愉快，那杯。许真人还真是爽快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龙子道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我等着你！
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技能还是来找农子道报仇。既如此，今日不如直接杀了他，即使门主追问下来，他也是自投罗网，死在了雪龙山。且慢，如果他今天死不了，到时候门主知道这件事情，怪罪的可是你。还是静观其变吧。哼，人西农，赶紧上来！技能，你受伤了？你真的一个人闯雪龙山啊？你太莽撞了！你伤哪儿了？过来让我看看。没事，只受了点轻伤。哦，这些都是敌人的血。祁农，你要去报仇，应该叫上我。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那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啊？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。技农，你这不是勇敢，是莽撞。祁农，族长这个位子，是你是我，谁来做都一样。但杀农子道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你应该跟我一起商量，而不应该自己冒这个险。族长这个位子，你让给我，我也不想当。我呢，就想证明自己的能力。祁农，虽然夫人跟族长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但我也想替他们报仇。行了，大家都饿了吧？静宁，我们去找点吃的吧。好，祁农，你先休息会儿。你看看你，总是这么固执。还有你这些伤，都是在论道馆受的吧？我就觉得嘛，那种地方就不适宜久留，你就应该去入个什么道，好好学学才艺才是。秋叶，秋叶。你干什么呀？你看清楚点儿，我是9连，9连。我看你不是身上受伤了，你是脑子被打坏掉了。9连，对不起。
我知道你一直很思念你的那位秋叶，可我只是长得像他，我并不是他呀。而且你也应该知道，我喜欢的人是季宁。季宁跟余薇两情相悦，你天天看他们两人甜甜蜜蜜的，不难受吗？那又如何？他们两个又没有结成道侣，就说明我还有争取的机会啊。人人都有喜欢的权利，不是吗？我从小就被父亲和家人宠爱有加，什么事都不让我做。可是遇到季宁哥之后，我觉得我变勇敢了。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我奋不顾身，想去守护他，去爱他，竟然是件这么幸福的事情。虽然有时候看他和于薇姐在一起，心里会酸酸的，挺不是滋味。可是他就那么一笑，就对我那么微微一笑，我就觉得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季宁，他真是幸运。不过，追逐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会很辛苦。感情这种事吧，其实，哎呀，我也说不太清楚了。我也搞不明白。我先回去了。你不能走，你伤还没好呢。再说，季宁哥和于薇姐他们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没关系。我好歹也是位医者，而且你身上又有伤，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把你放走呢？哎，你别管我了。不许走！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先回去了。这是什么？陈子令，这怎么会在你这里呢？你竟然偷了季宁哥的陈子令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我没有。亏我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心里话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唉。什么都抓不到。你太棒了，我们有鱼吃了。厉害吧？九莲、季农，我们抓到鱼了，烤鱼吃吧。你看看，特别新鲜，刚才还冻了。你们怎么了？
哎，季农，没事吧？九莲，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陈子令怎么会在你这儿？难道不是我偷的？事实都摆在眼前，你还在这狡辩？季农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反正这陈子令不是我偷的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别人给我的。谁给你的？我不能说。为什么？是烈伯给你的。看来确实如此。原来是烈伯给你的，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呢？烈伯是季农的父亲，季农怎么可以指责他呢？不过季农，说真的，只要对季氏好，族长的位置不管谁坐都是一样的，都无所谓的。对我来说也无所谓。不瞒你说，那天开完长老会议之后，我的确很失望，但是我的确松了一口气。我终于把我心中最害怕的事情一次全部说了出来。你我都明白，季氏没有一个人真正把我当成季氏的人，在季氏除了你、夫人和族长之外，其他所有人都把我当成外人。如果你是我，你还会想做季氏的领袖，带着他们出生入死吗？我欠季氏的，在矿脉一战我已经回报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季氏互不相欠。季农，你别这么想。季宁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。在所有季氏人心中，你才是真正的领袖。季农，保护季氏就靠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跟季氏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而我想去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保重。季农，明日就是终极论道了，我不管你们二人为无间门赚取了多少黑白丹，我想要的，你们应该都清楚。属下明白。属下明白。季农现在状态如何？自从他从季氏部落回来之后，就独自一人闭关修炼，不再与人联系。那这么说，他为明日的终极论道做足了准备？这还不好说。虽然说季宁在雪龙山发现了我和水翼是无间门的人，不过照现在看起来还算正常。那就好。季农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什么时候才会加入我们无间门。自从季宁从季氏回来以后，都是这样没日没夜的练，身体怎么吃得消啊？于薇姐，他最听你的了，你劝劝他吧。他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劝他会听吗？那也不能这么一直看着他呀。父母双亡，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，我理解。
就让他发泄一下吧。发泄是可以，但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他不就是想报仇雪恨吗？对了，于薇姐，你在学宫待了这么久，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可以速成的法力吗？我劝你想都别想，凡事都得脚踏实地，欲速则不达，越是速成的东西就越容易走火入魔。我就是问问。问也不许问，我走了，你陪着他吧。金宁哥，你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知道民间有一种修炼的方法，是快速修炼的法门，半个月就能达到效果，3个月就能成为顶尖的高手。真的。金宁哥，你看看这个。世上有2种修炼方法，剑法和遁法。剑法是逐步修炼，一点一滴积累，30年小成，50年中成。要练到大成功夫，需要90年。90年？啊！90年不得练的头发都白了？遁法是极为快速的修炼方法，这是一种极端的修炼方法，10天就能够见到效果，3个月快速达到顶级高手的水平。遁法分为男功法和女功法，分别修炼，还需要法器的加持和大量辅助修炼物品。我看看。辅助的用品有阴阳书、凤凰羽毛、神仙土、惊蛰节气的露水5滴、出生5天的男婴的头发。这怎么弄啊？太难了，这也。这个速成的方法肯定有它的弊端。虽然我很想报仇，但是我不能失去理智。我决定了，我还是循序渐进吧。金宁哥，你这话说的跟于薇姐一模一样。那要是不按照这上面的修炼，就需要吃好多好多的黑白丹和喝好多的原液酿。虽然需要的特别多，但是至少是安全的吧？大量的黑白丹和原液酿，有方法。从今日起，便是我论道馆的终极论道。这次报名的选手，全都是市民界域的顶尖高手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现在，我们有请明龙出场。明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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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龙。我们的首场论道，由明龙对战技农。技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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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技农。大家尽情的下注吧！哎，我上去，我买这个，哎，我买这个。技农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要明龙。说来话长，
技能哥不会真的要打纪宁哥吧？他连兄弟情谊都不顾了吗？看他这个眼神，是真的要打。他们两个这是决裂了吗？难道这段时间你一直留在这儿？对，这里可是赌场，不是久留之地啊！我呀，这个亚明龙，我要这个，我下巨龙，我呀这个亚明龙，明龙怎么下？快点！你在黑白学宫提升自己，我在这边提高修为，目的都是一样的。我为什么不能待在这里？这里很危险。危险？你不也来了吗？激动！激动！快打！下地步了！快点！快点！比赛正式开始。季农，我不会跟你打的。我就想知道这段时间我们谁进步比较多，谁比较强。金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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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龙。季农，你干什么？我就想知道谁比较强。热平，金龙加油！没事吧？金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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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金龙，金龙，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？他根本没有尽全力。纪宁，今天我胜之不武，我们下回再打一场。季农，季农，季农他怎么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你们好歹也是一起长大的兄弟，他怎么可以下这么重的手啊？就是，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他这样？不是，他也没伤到我，你看我也没有受伤是吧？你呀，你就是个木头，我看这个木头的称号应该给你才是。怎么了？主脸怎么气呼呼的？哦，没什么。手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季农打的，在论道馆。少说两句。季农？不是，是个意外，不用担心。谁担心你啊？早就说过让你不要去论道馆，你非不听。现在好了吧？接着，哇，他不会是给你送药的吧？他怎么知道你受伤？我不是去论道馆吗？多多少少总会有一点伤啊。玉薇姐不是不同意你去论道馆吗？那她为什么给你送药啊？